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前情提要：Barry 成为闪电侠后，解决了4个变种人。小野在尽全力帮助亨利找到无罪的证据。实验室研发出了超能力监狱，用来囚禁那些变种坏人。艾瑞斯为了证明 Barry 曾经目睹的一切是真实的，他对全市报道了闪电侠的存在。刚刚发布就被闪电侠抓了个正着，本想为了艾瑞斯的安全让他停止报道，可罪犯不给他时间。这是城市里出现的第5个变种人，全身金属还能防弹。Barry 一拳下去就把自己敲骨折了。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。Barry 回到实验室后被诊断出13处骨折，脑震荡外加3根肋骨断裂，这得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够恢复。今天 Barry 遇到的铁男让他感觉到异常的熟悉，好像曾经见过这个人。警局根据监控找到了铁男的身份，东尼正是 Barry 儿时的恶霸，常年霸凌欺负 Barry。 另一边，乔为了找到杀害 Barry 母亲的凶手，偷偷找到了威尔斯帮忙。为了让 Barry 下一次能够对付东尼，希斯科开始帮他练功夫，可 Barry 的近战实在太菜。同时东尼又盗窃了一些东西。 Barry 回想起了小时候乔告诉他，如果碰到打不过的敌人就换个思路，用其他的方式打败他。乔给威尔斯讲述了当年的事情，一道黄色闪电杀死了 Barry 的母亲，但14年前粒子加速器还没有出事儿，所以黄色闪电的能力是否和 Barry 一样，他们无从得知。威尔斯站在科学的角度否认了他们的推测。另一边的艾迪和 Barry 抓住了一个认识东尼的工人，并且在追击过程中，艾迪察觉到了异样。根据工人所述，当时东尼在粒子加速器爆炸时坠入了熔铁炉，就因此失踪了。而此时的东尼找到了艾瑞斯，都是小时候的同学，他知道艾瑞斯专门报道闪电侠，就想在他这里得到一些消息。但现在东尼是通缉犯，为了不闹大，东尼赶忙开溜，吓得艾瑞斯赶紧约见了闪电侠，并且告诉了闪电侠东尼说漏嘴的藏身之处。Barry 一个人跑到了废弃炼铁厂，快速搜遍了整个仓库，都不见东尼。东尼出现后偷袭了 Barry， 打成了重伤。Barry 这次的意气用事让威尔斯火冒三丈，伤口可以自愈，如果死了就彻底死了。短短的1天半时间， Barry 被东尼暴揍了2次，就像小时候一样无法还手。经过希斯科的计算，如果用合适的速度撞击他合适的角度，就会对东尼造成巨大伤害。考虑到各种因素， Barry 需要837迈的速度去撞击东尼，这相当于1倍音速还多。但 Barry 目前还没有达到过那么快的速度，可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成功就打败了东尼，失败 Barry 就会粉身碎骨。而东尼这次直接绑架了艾瑞斯。此时 Barry 还在和艾迪练习格斗。接到消息后， Barry 立刻通知了实验室，东尼把艾瑞斯带到了曾经的学校。警局现在没有任何线索，直到艾瑞斯拼命按下了警报， Barry 才第一时间跑到了学校。在曾经的学校碰到曾经的恶霸， Barry 靠拼命根本不是对手。他想起乔曾经说过的话，跑到了几公里之外，他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冲回到了学校，速度达到了1倍音速以上，一记闷拳打倒了东尼。东尼被关进了超能监狱。Barry 把自己真正的身份告诉了他，从心里打败了自己童年的阴影。乔开始没日没夜地研究杀害 Barry 母亲的凶手。今晚，这道黄色闪电亲自来到了他的家里，以艾瑞斯的命威胁乔放弃追查。威尔斯再次回到密室，开始记录 Barry 每天的成长。现在的 Barry 沉浸在当义警的生活，被人拿枪指着，还笑嘻嘻地秀了一把速度。但这样安于现状的日子，让 Barry 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全部力量。威尔斯还需要继续引导他变强。城市里发生了一起诡异谋杀案，死者被2400度的闪电烧成了灰。在希斯科的帮助下， Barry 找到了这第5个变种人。他依靠吸收电能为生，而 Barry 体内大量的电能正是他所需要的。他几乎抽干了 Barry 的速度， Barry 现在的速度还不如一个正常人。突然发生的事让大家都变得莫名其妙，没有了闪电侠，城市会变得更危险。威尔斯在密室里寻找各种关于闪电侠的未来消息，却一篇相关信息也没有。这意味着从今天开始，未来不会再有闪电侠。他们查出了变种人的信息，名叫法鲁克。而此时他已经来到了星辰实验室的门口，他专程来见威尔斯博士。他开始吸收城市中的大量电能，以至于警局一名罪犯挣脱手铐，击杀了几名警卫，并且劫持了乔和艾瑞斯。Barry 得知了消息后却有力使不出。威尔斯告诉 Barry， 他的体内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，也就是说他的细胞还处于活跃状态。现在如果有一个点能刺激到 Barry， 也许速度就会回来。这意味着 Barry 必须重现一次被电击的场景。如果法鲁克硬闯进来，他们几个人必死无疑，这是唯一可以赌一把的办法了。而塔克曼已经控制了整个警局，整座城市都因为法鲁克断了电，警方没有能力满足塔克曼的任何一个要求。另一边，Barry 打算先劝说一波法鲁克，他感觉法鲁克本意并不坏。当初粒子加速器爆炸的当晚，法鲁克正在电塔上和最好的朋友欣赏着威尔斯的研究成果，结果发生了意外。法鲁克的2个好朋友当场丧命，他把这一切怪在了威尔斯的头上。
今天他就是来索命的。法鲁克电退了 Barry， 动不了口就只能动手。威尔斯独自断后，其他人负责帮 Barry 恢复速度。同一时间，埋伏已久的艾迪准备给塔克曼致命一击，却被防弹衣挡了下来。艾迪中弹倒地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 Barry 的身上。威尔斯来到了超能监狱，放出了东尼，想让他将功补过，去阻止法鲁克。这也能给 Barry 充足的时间。西斯科开启了备用电，而东尼负责狂扁法鲁克。巨大的电能流进了 Barry 的体内，他的速度并没有完全恢复。东尼已经被电得身受重伤，他的最后一句话告诉 Barry 快跑。东尼只是威尔斯的诱饵罢了，他只在乎闪电侠的未来。这让英雄主义的 Barry 不满到了极点。Barry 的速度正在慢慢的回来，现在的关键在于他的信念，不怕病人治不好，就怕病人想不开呀。现在的 Barry 的心理就出现了问题。艾瑞斯被塔克曼当成了人质，艾迪中枪危在旦夕，法鲁克即将杀死 Barry 所有人。为了保证 Barry 恢复力量，威尔斯独自站出来面对法鲁克。在威尔斯即将被杀死时， Barry 恢复了速度，把博士救了回来。法鲁克再次开始吸收 Barry 的能力，但超负荷的力量让他身体崩溃。Barry 紧接着来到了警局，但塔克曼已经被捉拿归案。艾瑞斯和乔配合着艾迪枪击了他，法鲁克的尸体被放进了超能监狱。这次的失而复得让 Barry 更了解了自己的速度，但他这次没有帮到乔他们。Barry 感到良心不安，他以闪电侠的身份告诉了艾瑞斯，今后他不会再迟到了。威尔斯再次记录了 Barry 的成长，他发现了让 Barry 变得更快的关键是他身边最在乎的人，而 Barry 也决定根据博士的指导提高自己的速度。某天晚上，威尔斯偷偷提取了法鲁克尸体里的 DNA， 因为他是目前出现的唯一一个能够偷取 Barry 速度的人。恢复速度的 Barry 更懂得享受生活，而不是享受速度。是的，没错，这时候出现第6个变种人了，他可以控制别人的心灵，让所有人开始自相残杀，并为他拿走银行的所有钱。艾迪自从知道了闪电侠的存在后，就一心想要抓捕他。艾瑞斯无奈，只能约见了闪电侠，顺便警告他。同时，警局利用追踪器查到了新变种人的地址，乔带人追了上去，但警员却被心灵控制。就在 Barry 刚刚赶到时，一支箭打败了变种人。奥利弗来到 Barry 的城市来找他，一起来的还有绿箭侠团队。他们追踪一个使用回旋镖的凶手来到了这里，顺便观摩一下 Barry。这一次，他们将团队合作，互相帮助。但乔和威尔斯都不相信绿箭侠，因为他在星城的口碑不太好。闪电侠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正义，而绿箭侠一直是以暴制暴。但不得不说，奥利弗效率极快。暴力问答查出了控制心灵能力者的信息，巴布洛。本想查出名字就离开，但菲利西蒂想让绿箭侠证明他不是人们所知的暴力分子。第一件事就是训练 Barry。这几天，奥利弗研究了 Barry 近几个月的所有行动，包括斯纳特在闪电侠面前让列车脱轨。奥利弗发现 Barry 每次都是盲目的利用速度快的优势对抗敌人，却从来没有制定计划和观察环境。奥利弗断定，在 Barry 跑步的时候自己能射中他。果不其然， Barry 的盲目被奥利弗算计了。但威尔斯和乔依旧不信任绿箭侠。现在唯一能够让他们相信他的办法，就是知道绿箭侠的真正面目。巴布洛有了线索， Barry 不顾奥利弗独自跑过去和他单挑。不出意料， Barry 被控制了心灵，但 Barry 现在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只是脾气变得有些不好。他对任何人都容易表现出不满，特别是教导他的奥利弗。他把所有的不满都喷在了奥利弗身上。回到警局，又对着局长一顿发火，扭头就对乔一顿掏。现在的 Barry 已经被巴布洛严重影响了情绪，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如果 Barry 彻底爆发，他们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。现在只能请绿箭侠来帮忙。而威尔斯也查出了奥利弗就是绿箭侠。另一边，艾迪和艾瑞斯正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以为对闪电侠不同的立场争论了起来。恰好 Barry 早就对艾迪这个情敌有意见了，用闪电侠的身份对他一顿报复。菲利西蒂恰好找到了 Barry 附近的监控，现在只能看奥利弗能不能阻止他了。Barry 变得越来越失控了，奥利弗及时困住了他，双方的团队也开始担心起了对方。凯瑟琳认为奥利弗的弓箭不可能伤害到有超能力的 Barry， 迪哥却认为奥利弗的经验胜于一切。奥利弗利用镇定箭想要让 Barry 冷静下来，却被 Barry 用震动挥发了出去。现在他们不得不动手，但光凭速度，奥利弗几乎伤不到 Barry， 他只能预测 Barry 的位置，凭借自己的经验击中了 Barry， 在第一时间困住了他。威尔斯和乔负责让 Barry 恢复心智，这次他们打了个平手。接下来就是去解决巴布洛，两个人直接把他送进了超能监狱。这次奥利弗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和尊重，可奥利弗总感觉威尔斯博士哪里不对劲儿。而艾迪已经申请了抓捕闪电侠的特别小组。Barry 对奥利弗说过的话道了歉，奥利弗告诉了他一句至理名言：超级英雄不应该有女朋友。临别前，奥利弗遇到了自己还没有成为绿箭侠时的老相好，而且他已经有了孩子了。但昨晚闪电侠痛扁艾迪的事儿，让艾瑞斯对他失去了信任。Barry 只能疯狂奔跑，
这样子眼泪就不会滴在他的脸上。街头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他全身喷射着火焰，他就是凯瑟琳失踪的未婚夫罗尼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